我觉得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可能稍微有一个地方我去解释或者澄清一下，就是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的文件里面，实际上我们驾驭资本提的很少，我们讲的叫做规范引导资本。我觉得在中文的这个语境里面，这种微妙的用词的差异，其实体现了他对于资本的态度。在中文里面，如果我们觉得说驾驭的话，那它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工具，但是规范引导，那么可能我们更多的觉得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学生啊，那我们的角色可能是老师或者说是一个班主任，所以我觉得这个用词上本身就稍微体现出一点差别，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表述上来说，那当然，这个原则是很一般性的，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发挥它优势的一面，那么抑制它负面的作用。那么这个优势的一面呢，我想这个其实是很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考，因为就是说从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出发，从现在的生产方式出发，那么资本主义是有很长时间的这种历史必然性，也有这种这个目前来说是历史进步性。那所以说它在很多方面这个都能够发挥，比如说像创新也好，包括像对市场的适应也好，它都有很强的这个优势。那么所以说当然是发挥优势，这是第一点。那么接下来说这个抑制它的负面作用，那么我想说这个抑制负面作用大概可以体现为这个两个层面上的，一个呢是市场经济一般意义上的这种。就是说这个防止它负面作用发挥，因为我们说这个从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讲，资本主义或者不能说资本主义，资本它要发挥它的作用它需要有一个竞争的环境，但是呢，资本自身的竞争它产生资本集中会侵蚀这个环境，造成垄断，所以说。从它自己的意义上来说，它在侵蚀它发挥优势的这个基础。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说在任何的一般性的市场经济国家当中，它都需要去这个控制这个方面。但是呢，除了这些一般性的东西，我想对于中国而言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是。不只是市场经济，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就是要求，我们衡量负面作用的还有一个标尺，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那这个生产目的我们有很多种表述。那大体上呢，可以就是说总结为这么联系着的几点共同富裕呀，美好生活呀，包括说这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是这些呢，实际上。它是这个我们的一些一般性的目的。那么资本也有它自己的目的，它的目的具象化表现出来就是资本的增值。那么这二者之间实际上是有差别的，而且这个差别可能时大时小那么我们的这个社会实际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它有大量的制度安排，目的在于把这个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个具象化。那我们说，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那这里面呢，我们有所有制，那就是生产资料和各种要素归谁所有，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市场经济当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那么最后还有就是分配制度，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应该拿走这个新的产品当中的多少的份额。这是从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上。有这么一套构建。那么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它刚好对应了一些，就是说，可能资本和社会主义资本的目的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些核心的环节去约束它。就是说，如果资本它可能获取了足够的金融的权利它可能能够更多的占有土地那么包括说它可能掌握一些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当中的核心网络节点，那包括说它可能面对一些政治系统的这个竞争，那么都有可能使得它的这个权利从一个资本上升成为使得它的意志成为社会的主导意志，变成资本主义。那么反过来，我们的这个说这个规范引导也好，说驾驭也好它核心就在于我们需要让资本的生产目的，实际上它需要限制在一个范围内，不能上升成为整个社会的目的。那么是刚才所讨论的这些东西，刚好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这些社会主义的这些制度安排。它刚好就是这个卡在这些核心节点上，那么使得我们能够去利用资本，但是同时又能够保持我们的这种生产目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原则。因为资本本身，我们刚才其实提到，就是资本的生产目的，它可能和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它并不完全重合。那么资本它有自己的运动趋势，它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它就会不断的运动，然后扩张，或者说试图去克服这些已有的约束。这个无关乎这个运作资本的人是谁，或者他是什么样的，这是资本这种生产方式自己决定的那么所以说在一般意义上它这种扩张的趋势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那么或者说这种脱离这个约束的这种倾向可能更准确一点。那么我想在现阶段具体的条件下，可能有2个比较明显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深度嵌入到这个就是说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那么资本是可以跨国流动的，那么或者容易或者困难，但是它依然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那么这样，当我们试图去规范引导资本的时候，那么我们不得不面临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这样一些问题，那么自然会影响我们对他们的这个规范也好，引导也好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我们面临的现实环境。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当代的这个社会实际上是在迅速变化的。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要想实现对资本的这种规范和引导，那么可能需要掌握这个社会生产过程当中一些核心节点。那么可能有金融，可能有一些基础设施。但是今天生产发展的很快，我们可以看到说生产有很多新的形式，这些新的形式可能造就了一些新的节点，比如说可能是一些数据平台，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要素。那么这些东西当它成为一个核心节点的时候，它出现的是更快的，那么我们意识到它是核心节点可能是更慢的。所以说就需要考虑说，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利用这种核心节点维持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的性质这可能是一部分观察，但我觉得可能现在整个这个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说，可能存在着2种相反的倾向。一方面，其实就我的观察而言，我能感受到的就是，在相当一部分这个舆论当中，资本它并不作为一个很正面的形象出现。很多的人他在这个现在的生产关系当中他在这个可能劳动的过程当中，或者在生产生活消费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了一些这个困难，感受到一些冲突，所以说他可能会觉得这是资本这种生产方式带来的，会把它归因于资本。所以说至少我觉得在一部分舆论当中，资本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比较负面的归因于我的生活的一些困难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像您说的，就是我们也有很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在更加中性的使用资本。我觉得这个要考虑2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呢是这个非官方的，我们在使用；另外一种是官方的。那么先说非官方的，我理解就是当有资本之后，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实际上这件事情，也许人力资本、生态资本、社会资本这些概念出现的都是很晚近的，对吧？人力资本可能出现的早一点，可能也是2战以后的概念。但是呢，预见到这些概念出发其实是很早的，《资本论》里面就已经有了。为什么呢？因为逻辑很简单，就是资本本身是一种生产关系，但是它在不断的运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最后形成了生息资本。那么生息资本就表现为我投出去一笔钱，我最终收获了一笔利息。那么仿佛这笔收获就是这个投入的货币的原因。那么我们自然就会觉得，好像能够带来收入的那些东西都是资本。所以反过来，我们就会觉得
那么我去劳动，那可能也许我劳动能力强，我有更多的知识，所以我有更多的收入，这仿佛是一种资本。包括说我可能有更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节点，那么可能也能够帮我带来一些收入，这可能也是仿佛是资本。所以说人们会把不是资本的东西当成资本，让资本的概念扩展到整个社会，这其实是资本它本身这个概念就蕴含的，可能这是一个长期的固有的规律或者趋势。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说从官方的角度讲我们可能现在就是讲资本，讲它的这个两面性那么我是觉得，因为资本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是一种关系，它也是一种运动，它也是一种权利那么我们在展示这个就是资本的概念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要展示出来说，我们现在认识到它更重要的是哪面所以说我们不可能说即便是官方，它也不可能说展示出一个完整的学理性的我们认为资本是何种样的复杂的东西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基于现阶段的考虑去展示出它的那个就是说我们最关切的那方面那么这个关切的方面有可能是中性的，也有可能是非中性的，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非官方和官方的话语，我觉得可能他们的差异在这儿。非官方更多的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我们说资本运动的逻辑它体现为一种现象，这些现象呢让我们产生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叫拜物教，就是这个一些现象它实际上是资本运动规律，但它抓住了我们的头脑让我们感觉是这样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从官方的角度肯定不是这样的官方实际上更多的是我们要处理这种资本的复杂性，那么在这个复杂性当中选择哪个维度的问题。